大家好，我阿红啊，我偷偷的啦。欢迎收听我阿红之声，大家来唱下。是金老师说他要玩的，不是我哈，不关我的事。好，大家晚安哦。那我们今天在进行我们的直播哦。这个礼拜其实发生事情很多，那我们在周间的一些主题里面，我们稍微谈一下。不过这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先等一下讲啊。老师先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明天啊，老师会宣布我们的2024年，所以是甲辰年的秋季五方桃园离斗补运祈安法会啊。不要问我怎么那么长，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每次办法会每个都超长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就是传统吧，就是这么长哦。那这个明天就会公布哦。那不是已经网站都做好了，那只是说明天再公布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们大陆版的我们有连接到了微信跟支付宝，可以直接结账哦，不用再分两次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啊，我忘记带那个安全锁了，所以说今天做不出来。那明天呢、老师去办公室的时候再把它安全锁把它认证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用支付宝或微信啊，都可以直接报名，那方便会非常方便啊。这个啊，但是台湾跟海外的也是我们有直接的管道，报名跟付款都是连在一起的，一条龙一次就决定的事情。好，说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没有扯大事了，那我们就开始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啊，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不是美国大选，当然就是前几天的那个传呼机，也就是黎巴嫩的 BB 扣哦，就是BB 扣，我现在你可能35岁以前，不要35岁啊。你可能40岁以前的人不是很了解传呼机这个东西啊，就现在如果你不到40岁，你可能没有听过，是没有用过，或是应该都没有感受过那个传呼机的一个时代。那大概是50、60、70、80啊这几个年份的80可能还有点勉强的啊，大概80应该也还是有点勉强的啊，因为80大概83年之后啊，手机就开始普及了，就摩托罗拉、小海豚啊、3310啊。哦，那在那个之前啊，你大概70年代、60年代跟70年代的哈，那用传呼机啊，那个是非常的盛行啊。这个腰上别了一个 BB 扣，感觉才会很拉风。然后你要骑那个什么改挡车，然后嘞再别个 BB 扣，那就感觉就很瞎拍。那这个东西啊，在黎巴嫩做了爆炸。那这个东西啊，目前为止啊，可以知道是什么呢？是真主党的成员啊，他们的传呼机啊，几乎是同时爆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已经预备好，让知道他们都是由真主党他们这些人专门去使用这些传呼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直接跟世界发声说，他们不用那个苹果手机或其他的手机，因为其他手机啊也会容易有 GPS，你可能会被美国定位到。说为了避免被暗杀，所以说他们全部都改用传呼机，还有那个无线电的那个对讲机。结果他这个声明啊，就他也找不到你在哪里了，干脆全部直接炸了，你知道吗？说这个事情啊，讲讲好像是很轻松一点，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因为那个就等于是一个手榴弹在身上爆炸的感觉的意思，这个是有这个意味存在的，所以造成了很大量的死伤。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直接把你全部都针对啊，他没有去分你到底是主犯、从犯，或是你只是党员，他不管你，好，他直接全部都给你爆了。那这个东西啊，其实我说白了吧，啊，这个我个人的看法了，好不好？这个我也不能代表别人。这跟恐怖攻击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之前在看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里面都说啊，那个只要是回教徒，他们可能都是恐怖攻击啊，人肉炸弹啊，走圣战。那么请问以色列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恐怖攻击呢？没有人敢讲，你知不知道？那当然，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恐怖攻击是如出一辙，而且它更加的恶劣，因为它是无差别攻击。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过去那些所谓的圣战士他们的攻击啊，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啊，它是针对某一些政要人物啊。或者怎么样的啊，他去做攻击。但是呢，你这个传呼机啊，跟对讲机的爆炸啊，那个是无差别攻击啊，就不管你是谁都炸。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状况。而这个地方啊，就当然就传出来是说，这个时候台湾制造的这个金阿波罗公司啊，还有日本的一个那个对讲机，他们这个日本跟台湾的两个制造商制造的。当然，台湾这边啊，这个制造商是发了一些声明说，啊，这个东西他们只有收权利金，他们不是在台湾制造的。那这个老师也是相信的，因为在台湾制造你没有比较便宜，你在海外制造其实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是说，你说台湾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合情合理啊，我觉得合情合理。那可能在外面加工的时候啊，就已经被渗透，然后把它加注进去了啊，这个概率是比较高了。老师还是相信我们台湾人呢是比较不会去做这种恐怖攻击事件的帮凶啊。这个老师相信我们至少台湾人啊，我们心中有信仰，好吧？我们心中有信仰，虽然讲话实在是很酸，但是呢。基本上我们不会去主动害人啊，这个老师还是相信会有这个状况，当然诈骗分子除外了，那个是
诈骗集团不一样。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是说，这个影响到的层面啊，并不是说你到底要不要把这个黎巴嫩、伊朗或是说沙烏地阿拉伯之类的把它拖下水，然后大家一起进行更大的一些宗教战争的仇恨。这个其实问题不是在这里，各位你要去知道这件事情。在现在所有的一个层面上面来讲啊，大家都认为是说那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争风险呢，他们是要开始增加了，因为你这太过分了。你就暗杀一个几百人，那个真的是太恶劣了，情节十分恶劣啊，恐怖攻击，这个只是丧心病狂。我说真的，这事情啊，你做这些事情啊，除了我不晓得哪一个神明会原谅他哦，我觉得上帝都不会原谅他，因为你是无差别攻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原油的报价也在当时爆炸的时候上涨了1%啊，1%看起来不多啊，但是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危机，因为现在油价并没有很高，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乌克兰战场上面呢，它其实是稳定度是比较高的，虽然说稳定度不代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他们没有血流成河，但是国际上已经适应了俄罗斯去打乌克兰，而且乌克兰被打得很惨这件事情，大家都习惯了，你知道吗？好，既然已经习惯了之后，它对国际的一个影响层面就没有这么大，大家已经习惯这件事的发生了，所以说大家都已经可以去适应这件事情。那这个原油价格在这个黎巴嫩这个地方它爆炸之后，它产生了浮动啊，代表大家还没有适应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会比较关心说，未来会不会引发了更大的一个战争？这个是绝对是其次的，真正主要的问题啊，老师在我们的周间的话题里面有讲过，这边稍微延伸一下。那就是在于是说，现在第三世界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那其次就是非洲国家，就会越来越不相信欧美制品。这个对欧美的电子产品其实是有毁灭性的打击。什么意思呢？你今天如果传呼机它里面可以放炸弹，那么你这边欧洲所生产的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它是不是也可以遥控爆炸？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手机是其次，我们等一下来讲手机。但是呢，你的出去的汽车，那么这些所谓的这些第三世界的，或者是这些阿拉伯世界的非洲国家的这些系列国家的，会不会担心这件事情？你今天随时随地你用电能车，我今天买一个某斯拉，是不是？他有没有可能听到美国的政府的指挥，然后就让它爆炸？人家说是第三国在进口过程之中啊改装过，然后让它爆炸的，这个事情有谁会相信呢？所以这个东西是对于是说怎么样？对于是说对欧美的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所有的一些电子跟工业制品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而最近在中国这2天，老师非常一直去关心中国，它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报道？那当然，他们一直有人去说那个苹果手机啊加了一块铝板，然后他们的电池很容易引爆。这个东西啊，老师可以这么说啊，那个都是抖音上面的一些哗众取宠的啊。这个实际上啊，我相信啊，并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只是把电池短路了。电池短路啊，我告诉你，拿华为去电池短路，它一样爆了。哦，你拿什么东西去把电池短路，它都会爆了，你不用等苹果了，好吧？任何的手机，它里面是锂电池，你把它短路，它就爆，就是爆，就这么简单。所以那个电池，苹果手机会不会因此而爆炸这件事情啊？老师在周间就没有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科学，而且是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因为你光让电池爆炸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说白了吧，电池爆炸没有意义，而且加上你的苹果手机啊，大部分啊，那中国跟印度那边去组装的。那这2个是大宗状况之下，中国的工厂你更不用讲装炸弹，印度的工厂他也不想让去介入这件事情啊，因为介入进去之后啊，那印度的处境就很尴尬。所以说，因为组装地啊，并不能够是随意的组装，因为苹果啊，或是这些其他的高阶手机啊，组装地是不能够乱挑的，他们一定要经过，比如说现在是16嘛，他可能在14的时候就已经决定16要给谁生产，然后再慢慢去洽谈，然后最后再确定说谁接这个单子。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担心手机爆炸，这基本上是概率极低啦，会爆那可能个案啦，但是我相信遥控爆炸的概率是几乎是没有，因为你说由苹果公司或是美国政府去让苹果手机去爆炸，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只能区域性爆炸，爆完之后呢，你的美国的那个苹果公司它就完了，整个就完蛋了，光集体诉讼你大概就赔到库底朝天了。说这个事情是比较不可能的，但是比较可能是汽车，因为汽车不可控性太高了。你今天任何一个修车店，它都可以去改，对不对？你一改进去的话，那汽车炸弹那个威力啊，那就不是手机可以去比拟的事情。而这个状况之下，大家会以讹传讹，就说啊，你这个事情啊，美国或是欧洲制的东西啊，都有可能在我们身边爆炸。那这个事情就代表是说，他们不会再轻易的去进口
欧洲或是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或是加拿大，甚至是澳洲这些的工业制品，甚至连德国的工业制品，他们可能都要怀疑再三。所以最可能的事情是怎么样呢？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会全部去集中在这些低价的或是一般日用的，或是甚至是汽车，尽量的去要求去跟中国去购买。因为中国跟中国购买它基本上所有生产的流程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中国不可能随美国的脚步去迈进嘛，这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两个不要干起来就不错了，你还跟他去配合去炸人，不可能，这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曹操都这么讲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按照这样发生过去的话，那你欧洲现在所谓的高福利、高薪资，还有一些所谓的高发展，你要怎么维持下去？因为你没有办法轻易的把你可以做出来去一拼高下的这些电子产品卖到够多的人的手上的时候，那么你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你收入到影响，那你是不是就要裁员？你收到裁员，那你国家的福利要去养这些没有工作的人。那你经济没办法有活水，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去削减福利，因为你是民选的直接选举这个麻烦就在哪里呢？你今天事情没办法一次做好。说白了吧，直接民选它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在于是说这个候选人必须无限制的去讨好选民，哪怕用骗的都要得把他骗到，那开一些他自己不用负责的支票。比如说吧，像这些欧洲有些现在很多国家，比如说英国，它这些所谓的一些高福利的一些社会制度导致现在英国的财政很不理想接下来除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第二大都市伯明翰它已经破产之外，它后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其他的2、3线城市也要开始陆续破产。为什么？因为你的收入不够。英国收入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脱离欧盟，所以说它自己的银行业没有这么多的收入，可以去让它维持它自己的繁荣这个我们等一下去谈到。所以说现在这一次的事情就变成是说，让中国开始从这个转捩点来讲，它就变成了欧美以外的世界他们所能够仰仗的电子工业的最主要输出国。这个老师有粉丝跟老师提过当天就有人说，那个有些的中东的厂商要求必须100%中国制造。老师后来也有去查证一些做这些贸易的的确现在的要求的呼声是比较高，就是他们要求是全部的内容不能够转到其他国家，必须由中国是100%生产的他们才要。我说这个东西风向已经开始转变，那么这个对中国就是利多，因为中国虽然还有全世界第2高的人口，但是如果它可以去为另外的几亿个人口去提供这些电子商品的服务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利润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因为只有他卖你才要收，那这个就差很多了。所以老师还是说苹果手机它并不会轻易的受到美国政府的遥控，然后让它爆炸。说该买苹果手机你还是去买。老师在周间的话题也有说，老师自己有 iPad，爆了就爆了吧。那个理论上是不会了。那如果要窃听，那如果你没什么好窃听的，那也就算了那个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好吧？不要特别去抵制苹果，然后这个是真的是不用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我们要很注重这一次的发展，因为这次发展它就变成一个交叉口，就是中国的工业还有他们的就业率跟他们的国家的收入会慢慢的攀升这个不会立刻攀升，它慢慢的攀升加上它这些所有东西中国已经有成熟的工业制程，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商品在中国境内从无到有全部生产出来，这是可以的。你说手机呢不行，或是一些高端晶片的一些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他们这些第三世界所用到的东西那是绝对可以的。加上什么？加上如果中国的手机在后面都卖给他们的不装 GPS 了，你就装北斗卫星的，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他们的中国出去的手机一样可以卖得下叫。比如说一些小米啦、OPPO vivo 这些，他们卖中低端的手机的订单那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卖。为什么？因为如果上面都是装的是只装北斗卫星不装 GPS 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一些穆斯林国家肯定是最爱的。我既可以享受到有导航服务，而且我还不会被窃听，然后还不会随便爆炸，这个东西就差很多了，好吗？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是绝对的利多，对西方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缓性并发的毒药，而且这个毒绝对会让西方的那些工业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损伤，只是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后面可能2、3年之后它这个侵蚀的速度会让这些西方国家痛不欲生，因为你失去了非洲，失去了中东的这些国家，你要谈其他事情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好吗？
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炸死了真主党最高阶的指挥官了，那么现在就已经准备说他们两个国家会不会宣战？那这个事情啊是有这个概率，但是还是一句话。你要打仗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现在黎巴嫩的外长啊，先在安理会上面啊，去大声疾呼是说，你现在不是做恐怖攻击吗？你恐怖攻击我的国家，我是不是可以对你做反击呢？这个要先从舆论还有国际认同里面开始去做。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进行的，也包含中国的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啊，他叫傅聪啊，傅恒的孙傅聪，我乱讲的啊，不是他子孙。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做法啊，比如令人发指，手段恶劣。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是以色列你为什么不道歉，因为，没有办法说以色列是他做的，他只是说我不发表评论。但是呢，谁会去炸真主党人员呢？那当然就是以色列啊，这个东西没办法啊，这个事情一用上去啊，基本上就是对西方的工业一个毁灭。我相信西方的这些电子厂绝对不乐见于这种已经是恐怖攻击式的。这炸弹攻击这个我相信西方国家绝对不乐见这件事情，因为一做你就是无法回头就一做就真的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以色列他真的是主导了这次的事情的话，那也代表了以色列现在的战况或他的国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游刃有余了，那你内部的抗议跟外部的压力，还有你自己的弹药或者是粮草，已经到了没办法去支应的时候，你才会兵着险招，然后呢去做这个下辖之策。我相信以色列都是聪明人，他们都是人中之龙都是精英，他们一定知道你做了这件事之后，你所要负担的成果是什么，或是你要负担的一些后面要承受的压力是什么。但是他如果没办法，我只能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一招就是玉石俱焚要死就一起死，不要只有我死，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知道那个以色列它能够撑的时间或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多。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从10月、11月、12月这3个月就可能是比2024年比较危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在强弩之末了。那强弩之末，我们就要拼个生死。再这样耗下去我们大家都耗不起。说接下来3个月大家真是特别注意，好吧？没事就把钱留在身上不要乱花钱。那至于有人说，老师上次听你的话，我买了很多黄金，现在都涨了。还是一句话老师是算命的我不是投资的老师，所以说我跟你讲，黄金你要摆10年那你中间觉得赚了你就卖我没有意见。但是呢，你要买黄金，你只要能够摆10年，那你都是赚的。那如果你短期就赚了，那我恭喜你嘛，你可以卖掉，那没有问题我这个我不介入。那只是说你要投资黄金，你要有10年的打算。你不要跟我讲，老师我今天买2500，然后明天变2300，陈老师你害的，这样子不合算吧？不是这样害我的吧？对不对？这要去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对黎巴嫩来讲，他们开始对以色列北部展开了攻击。那这个事情已经开始进行，只是它就变成一个小型的攻击你不能说攻击太多，因为它总共攻击也不到100次，才50几次。那50几次你的攻击是没有办法突破以色列的那个铁穹系统它是没办法去突破的，所以说就只能打个样子，说我有反击，你要给内部人员交代。但是现在如果他已经在联合国上已经开始发出这个声明了，而且黎巴嫩它是一个政府，它是一个国际承认的一个国家，如果他发出这种声明呢，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去做。当然纽约时报他也对这件事情说，以色列他已经布局2年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有人说这个15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个布这个局是布了2年。那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后面是一个比较难去处理的一个事情，好吗？好，所以各位去注意这个也是一个黎巴嫩这件事情，爆炸这件事情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局势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不只是只有军事只有其次，因为再怎么打你也只在那个区域打，对不对？你打不到全世界。但是经济这个东西会牵动了整个欧洲、整个美国那些小电子产品的一些销售，还有一些你根本就跟他没有关系的，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对欧美产品产生了不信任感，这些都是无形的损失，你是很难去做的事情。而同样的这些事情我们去下去，老师中间就不停了所以我们就要发现这些事情就发现到中国现在既然可以做了这些所谓的他们所用的一些未来通讯设备或是新能源车就是电动车了或者其他的这些电子产品，那么中国有没有办法做好其他事情呢？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件事，就是什么呢？老师就之前跟各位讲过，中国未来一定会突破光刻机的一个限制，
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去年我老实说，大概需要3-5年的时间哦，甚至2-3年的时间，结果才今年啊，就我们最近都看到了什么呢？中国现在啊，除了3折手机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可以制出来 DUV 的光刻机，那号称啊可以做到8奈米以下，就是7奈米左右的东西是可以去做的。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国它已经告诉你我自己做出来 DUV 的光刻机，我是可以生产8奈米以下，然后7奈米是不在话下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一件事情：中国肯定已经有生产5奈米的能力。他自己有办法去生产，那这也代表了什么？这也代表了就是说，你欧洲所要做的高科技垄断，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交叉点。意思就是，我不需要艾斯摩尔，我也可以生产7奈米跟5奈米的晶片的时候，那么有没有艾斯摩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有，但是没有这么致命，也不可能因为艾斯摩尔再也不做售后服务之后，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维修，也没办法去生产了。这个事情现在可以知道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明呢？其实老师觉得他早就应该做好了。现在说明原因是因为美国它有限制，在艾斯摩尔连售后服务都不能做啊，这个好像是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有说到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一旦讲完了，艾斯摩尔必须去遵从了，而且他没有办法去抵抗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报出来是说，我有没有艾斯摩尔是没有关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怎么样？让美国知道，你就算限制艾斯摩尔。你也没办法阻止我生产晶片，那你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艾斯摩尔继续为我做一些售后服务，继续卖我一些的什么服务，那么这件事情我就不立刻的怎么样中断你整个艾斯摩尔的这供应链。那这个当然当然就荷兰就比较能够，荷兰政府就比较能够去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不卖他自己有，那你要不要卖？人家愿意跟你买，你要不要卖？当然，这个成品上面呢，我相信艾斯摩尔 DUV 一定比中国的 DUV 来得好，因为毕竟人家是世界第一嘛，它的功能跟它的品质啊，一定是比中国来的高啊，这是肯定的一件事情。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危机在哪里呢？这个危机所谓的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科技危机，它的危机在哪里呢？当中国如果它已经可以自己生产 DUV， 而且它可以做8奈米以下的晶片的时候，那么代表是说其他国家也不一定要购买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无论是 DUV 或 EUV， 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也等于是说，其他的国家你想要入手这些的晶片，自己变成一个晶片自产自销的时候，那么我不一定要去买很贵的艾斯摩尔，我可以跟中国买半价的中国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光刻机，我就可以生产10奈米10奈米以上的比如说12、13、14、15、16、17、18奈米这些光刻机，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价格比较高的艾斯摩尔呢？那也就是代表是说，其他国家会因为中国你已经可以生产的8奈米以下的光刻机，而让中国可以外销出去这些所有的制程跟设备，本来是很稀有的东西，之后就会变成烂大街的。嘿，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这个东西啊，这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光刻机的问题，我们反过来看一件科技厂商最大的问题就是哪里？就是在于美积电。各位要去知道，那个台积电呢，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吧，他去设这个厂，到现在一块晶片都没有生产出来。为什么？因为厂还没有盖。但是呢，在日本的日积电呢，他们已经投产了，盖2年就已经投产了。那现在也在做一些比较那个制程成熟的12啊、10、12还是14奈米之类的比较成熟制程的晶片，已经在开始投产了，它已经可以生产制造了。但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美积电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想跨得太大，他就想生产3奈米的。但是想生产3奈米的，这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你要机器有机器那你要人才，台湾的干借你用，对不对？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于你要去给台积电补贴的那几十亿美元，并没有到账。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台积电要给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盖的厂那个钱没有到账。但是日本为什么盖那么快呢？因为日本要给日积电50亿美元的这些补贴已经到账，有钱好办事，说他钱已经到账，说他盖很快，2年盖完投产。但是呢，你这个美积电你可能再拖个2年你还不一定能够投产。那你在2年之后，你3奈米到底还有没有得用？那也不知道。所以老师之前跟各位讲，美国的美积电到最后大概率的是你本都收不回来
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的状况了啊。这个相信跟老师频道久，老师都知道，老师之前跟各位做这个预测，就是美积电它未来一定是没办法回收成本，它就可能变成一个大烂尾的那个地方，因为你做的成本高过于台湾6倍，因为你的薪资是台湾的6倍，然后呢，你又没办法像台湾的那肝那么好用，对不对？你要必须的连续的上班，这个也没办法做到。那最后你的价格高，成本高，然后你又做的又慢，那你怎么抢这个市场呢？所以说啊，除非它能够让 AI 去怎么样，去直接自己生产这些晶片不然的话你实在是很难。但是你让 AI 去生产这些晶片的时候，那美国的工会又要抗议了，为什么？因为你剥夺他们的就业权。那个事情又没完没了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我们看到美积电它没办法落实，是因为美国政府钱没到位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英特尔它里面的问题也很多，它里面的管理层面还有它一个出产的层面就是里面的贪污跟腐败，其实也变得蛮严重的。所以现在英特尔已经面临到已经是蒸发市值60%以上的状态。所以从这英特尔从美积电上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确定到是说，现在你要去在这个科技的战争里面，谁能够去突破，那最大的概率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你只要把持住7奈米的一个界限，那么它就可以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中国的后花园。我要卖谁我就卖谁，而且你们都可以拿了我的机器去自己生产你们的东西，自己生产你们要的晶片，你不用等我晶片要不要载过去给你，运费你都省了。对不对？你只要跟我买什么呢？你只要跟我买原物料，你跟我讲买原物料，好，买机台，好，买一些消耗品，那你就可以自己生产晶片。那我还去教你怎么去生产晶片，这样好不好？只是你原料得跟我买，对不对？这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就是你不要给我钱你只要盖好之后，然后呢，你赚到钱分我一点或是它的使用权你要归我几十年，那其他东西你没钱。我就帮你盖，我就帮你做好。当然还是很多人去说中国这是债务陷阱啊，再怎么样债务陷阱人家的东西是盖在别人家的土地上的，你都在你家里了啦，你要不要缴钱？他就是很多人没缴，说中国也是只能吞的，因为很多国家真的是烂尾，你就是贷款你也付不出来，东西你也没盖好，怎么办呢？展延再展延嘛，这都是这个样子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是说，现在中国的科技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双方面的鼓励，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黎巴嫩的爆炸事件，导致中国的中小的电子产品、电子厂可以获得很好的订单之外，第二个就是高科技它已经开始有办法去稳住他们自己的局面。7奈米能够做的时候，它让你知道7奈米能够做的时候，它一定可以做出5奈米，甚至3奈米，它可能都不在话下了比如说老师最近买了一只新的小米手机，它里面就写的是台积电的4奈米，对不对？那这4奈米的东西，那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中国已经有能力开始去制造，能不能成功？当然良率一定是很低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有些技术成分在的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它现在可以做出 DUV 来，那么未来它要去突破3奈米，这个肯定是不在话下。而当然从这个地方，我们从看现实一点的地方就在于哪里呢？就是华为的3折机。华为的3折机这是出了老师意料之外，因为老师之前跟各位讲，那3折机电子茅台，你折起来那么厚，谁要呢？结果它折起来很薄，你知道吗？折起来才1.5公分，那还真的是蛮了不起的。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其实各位要去注意到，它重要的问题是在做这么大的一个手机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折不折得起来，它最主要去讲的就是什么？它的一个面板的技术。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它的电池的技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说在中国你卖几百万台我觉得代表卖不好，因为你才几百万台不觉得是说它号称它卖几百万台，好像就是说它的业绩长虹。其实几百万台就不叫卖得好，因为中国有13亿人你卖几百万台就还好了，它可能还没回本嘛。我觉得卖几百万台，我觉得华为可能还没回本就是研发成本可能还没办法回来。但是它里面有做出来的是什么呢？从这个3折机里面所能够做出来，比如说它里面有鸿蒙的完完全全的系统，而且它也不跟 Google 去相容，它要完完全全的把这自己的作业系统，还有它的导航卫星导航，还有就是说跟卫星通话的能力等等之类，如果都整合在一起，如果都打包出去卖给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未来整个手机的市场也是中国的那个天下呢？这我们刚才所讲过的事情。所以说它里面包含它里面有这个所谓的
0.03毫米的那个超级玻璃啊，这个东西都是在中国现在对于这些手机或是高科技用品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各位去注意到现在中国进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是说它只要每进一步欧美的经济就会差一点，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中国的科技每进一步，西方崩坏的时间就会快1秒，这个东西是肯定的。所以老师现在跟各位讲，如果你现在人在欧美国家生活，那你已经第一代，你成功在那边生根发芽了，请记得要教会你的小孩，子子孙孙都会讲中文，这就跟我们小时候要会讲英文是一样的意思。风水轮流转，你的小孩如果因为你在那边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水准，那么请记得督促他们学中文，因为这个是他们未来的武器。因为你的皮肤看起来就是华人，如果你又会讲中文，那么人家也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至少你会讲自己的话，那就是自己人。那很多事情就变得很好讲，你要发展的空间就很大。如果你还认为是说你必须要离开中国、离开台湾、离开香港，然后去那个洋人的国家去生活，不论是欧洲、西班牙、英国、德国，还是澳洲，还是加拿大，或是美国，对不对？这有一句话讲得好，什么呢？签证的尽头是美签，移民的尽头是美国，对不对？但是肯定不是这样，好，未来肯定不是这样，因为美国能够掌握的就2个大利器，第一个就是金融的霸权，因为这都美元去结算嘛，对不对？第2个是什么呢？科技的霸权。这2个东西是美国现在可以拿出手的东西。至于军事是不是霸权，很难讲。为什么？因为核弹大家都有能够制衡，所以说美国可以毁灭中国6次，中国可以毁灭美国1次。你毁灭6次跟毁灭1次其实差异是不大，因为都完了都完了，这个差异并不是很大。所以各位去注意到这个东西你只要中国一发展出来什么东西对美国一定是有很重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一定要去了解的，好吗？好，我还是要喘个气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来感谢温迪力赞助，感谢温迪赞助，谢谢谢谢。他们跟星座有像没错，是他们给的太多了，可能吧，可能是这样吧，也许是这样吧。我每一次拉下水真的是很糟糕实施face 这件事情其实老师非常不赞成。然后原谅人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负责让他去见上帝。这老师虽然是做我宗教的，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人会真的悔改，我不相信关久了他可以获得教化，我不相信。我说真的，可能10个里面有1个吧，但是我不相信这些罪大恶极的人，他去坐牢，然后你可以被原谅，因为能够被判到死刑的，那都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结果。你把慈悲当成去凌迟受害者的武器，那就不对了，好吗？老师做这个行业的，地狱里面的罪狠我看太多了，每一个都说他冤枉，他哪一个人是冤枉的呢？对不对？每一个的罪狠都说我冤枉我不是这个意思在判官面前讲的都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你真的冤孽记拿出来看，你该做什么你都做什么，你该服什么刑就服什么刑。很多人在活的时候也是一样，老师从事这个行业快20年了，我很年轻就做这一行了，我说从业这一行快20年了，我不是没有贵客，活的时候到他死的时候我都跟他有关系。活的时候他是巧舌如簧，你更不知道讲的一套一套真的假的。当时他小孩子来帮他办这些消灾忏罪或超度的时候，他来跟我聊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怎么办呢？你巧舌如簧，你骗得了我，你骗不了阎王你骗不了判官对不对？我现在能够帮你做的事是有限的。所以实施废止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应该的。我的立场就是，你犯错了就枪毙吧，你该枪毙就枪毙，你也不用养他太久，枪毙就枪毙。慈悲的事情交给上帝，那交给佛祖。那其他事情我们送他去见上帝，上帝决定他有没有罪吧，好不好？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事情。很多地区人应该不敢买特斯拉，会这样子，会有这个问题废除此行会不会加速两岸统一？不会啦，那个是不会啦，也不会让社会变得更混乱了。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已经能改了。我还是觉得一件事情啦，废死它是不应该啦，但是会不会因为废死，然后大家比较勇敢去犯案？我觉得是不会啦。这个不大会有这个状况，加上台湾人也少嘛，我们才2300万人，那2300万人是很少的，光一个上海就把你逮到扁扁的，对不对？你不要说我跟那些什么荷兰去比600万人去比，没有，你不要跟那些人比嘛，对不对？亚洲世界哪有人少的地方，是不是？
好，感谢秋夏，感谢秋夏赞助，谢谢，感谢大家赞助哈，还有感谢 Jeff 赞助哈，谢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的支持。通过手机听，苹果承认他们可以用手机窃听，但是非必要不会做，那什么是必要，他们自己决定嘛，对不对？那个没办法。做出来良率很低是死路一条，我告诉你啦，这个我很简单一件事情啦，没有一开始良率都是高的啦，没有这回事啦，都是磨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技术，只有所谓的次数。你次数多了，什么都可以变成技术。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东西跟老师一定要跟各位去分享。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所谓的技术，只有次数。你次数多了，你就有技术，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机器人，就算是 AI， 它也得练习，练习到一个状况之后，它才能够变成它有这样的能力去从事某些事情。所以你看，无论是 ChatGPT 或者其他的 AI 系统，那它都需要不断的去练习。他们有所谓的一个 Black Box 里面 ，AI 它自己都得训练自己，然后外部人协助它的训练，它才能够做到某些事情。没有是说我一开始我就是 OK 的，一级棒了，没有办法了。那个传说中那个佛陀生下来之后，就从他妈肚子走下来之后，就开始在地上绕一圈，然后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个印度人讲话，你可以先这么看但是实际上他做不到了。就算是佛祖下来，他也是肉体凡身他只是智慧比我们超群但是他不可能走下来绕地上一圈，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没有这款代志那个都是吹的不可能那个是神话，我们听听就好了，好不好？就像那个《西游记》，对不对？有沙僧，有悟空，对不对？真非真，实非实，虚非虚，这个东西是看人，你不是看那些到底有没有这个神奇事情，好吗？传一所紫光用的晶片，然后台湾台积电代工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不知道，我不敢去讲，好吧？良率低不是死路一条，而是还没有可以用的晶片才死路一条，这也是个道理这良率这个事情是一定是可以克服的，没有不能克服的，你只要有足够的筹码去练习，都是可以的啦，好吗？没有这些问题。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其他我们先跳过，我们先直接讲到重点现在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就变成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影响呢是立即性的，而且它似乎它有打算在这个冬天就把它一次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因为在内耗下去其实俄罗斯也是很累了。你说它越打越强大吗？也没有，比如说俄罗斯它内部的通货膨胀也变得很高。比如他们对自己百姓征的税无论是常住税或薪资税很高，包含了什么？他们的定存利率也是高的吓死，好像半年吧，老师就有去看过，半年15%，你知道吗？半年15%的定存利率半年我现在讲的是半年15%年利率的那个定存利率，对不对？你把钱存在银行，6个月之后它增加给你15%，增加你年利率15%那等于是只有7%左右，你存1年大概就18%。这个代表它什么？代表他们的货币有些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定存利率这么高那这个就知道俄罗斯的内部并没有是说他们讲的那么稳定那么好从银行的定存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变化。俄罗斯这个问题就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最近发布了一个价值观敌对国家，那这里面包含了台湾，包含台湾我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它是价值观敌对国家，他把我们台湾当国家也不错，好不好？那你要这么看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各位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俄罗斯做这件事情那哪一天他必须一个人打全部人，就是一个人单挑北约的时候，他会不会把台湾当成伴手礼来去送给中国？这个是有这个几率的，因为现在日本也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俄罗斯破罐子破摔，真的要发生一个世界大战的话，那么不要说什么了，日本跟台湾一定是他的在亚洲的经略的首选目标。你把日本干了，那么他自己的一个东边就安全。那把台湾就吓了半死了，那么他拿去打包送给中国，那他南边也安全。所以说这个状况，你各位不要小看，是说俄罗斯把台湾视为价值观敌对国家，我们只要发表谴责就可以了。而是说他以后要动手的时候，他就可以堂而皇之是说，你本来就是我什么价值观的敌对国家，你本来就是我敌对的阵营，所以说我弄你是应该的，你知道吗？我弄你是刚刚好的，因为我早就跟你讲，我看你不爽，我现在就是要弄你。这个问题就是很大各位不要小看这一小条新闻这小条新闻在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但是呢，其实它的影响在未来如果发生世界局势批变，要面临到一个准世界大战的时候台湾肯定是被牺牲的那个地方。菲律宾没事，印尼没事，越南没事，甚至连北韩都没事，你他妈日本跟台湾一定会出事，一定会出事。为什么？因为一个是站美国站太近，那我们站美国更近，加上我们又非常敌对中国，那么
一定会被拎起来当做伴手礼的概率是极高的。哪怕中国只说一声话，俄罗斯的潜舰可能就包围台湾了。各位你要去知道，现在美国除了对台湾所做一些假想敌是什么？是他们单挑中国。你单挑中国的话，他们还觉得是说，可能可以产胜，但是最美好的幻想就是产胜了。但是如果你把俄罗斯的潜舰加进来的话，请问一下，台湾海峡，你美国的舰队敢进来吗？我告诉你，绝对不敢的，绝对是不敢的，因为它耗不起。哪怕美国的潜舰现在是赢过俄罗斯的，但是你战争就是会互相消耗啊，你一消耗掉，我哪有什么后面去打，是不是？我那个其他地方我不用顾了。所以说，如果你把俄罗斯的潜舰加进来，它的海军我们就不提了，就光潜舰进来，那么台湾就进海了。潜舰这个整个就是变净空了，没有人敢去干什么事了。那人家要进来，你怎么打？他们从潜舰发射导弹出来，可不可以？可以啊，人家俄罗斯潜舰是可以发射导弹的，可以发射一些攻击性武器的。那他打下来你怎么办？然后我们台湾的3台潜舰去跟他拼吗？不可能嘛。说潜舰国造，你缓不济急，俄罗斯的潜舰一过来，你都得完蛋。所以说这个俄罗斯发布这个价值观敌对国家，台湾在名单之内啊，这绝对是一记很严重的警钟。其实我老是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是说这一切都是误会，我们要示弱示软那我觉得才不会去招惹别人。但是我们似乎是我们非常有骨气，我们的党啊，真的是非常有远见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抵抗任何一切杀猪拔毛的一个境界OK 反正。就这样吧，我已经老了，我当兵我也打不赢别人，我只能当炮灰了。而在俄罗斯状况之下，他在9月16号的时候他也这个普丁也签署了这个总统令，他也说怎么样呢？要把他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扩编18万人，把它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呢？把它达到是他们的军队可以到238.9万人。其中军事人员，就是说他可以下战场打仗的，要扩编到150万人。这个是从我们去年冬天他扩军了1次2次之后，现在扩建第3次，他要把这个部队从100万变到150万。那这怎样？那等于是仅次于解放军这个部队人数是仅次于解放军，甚至比美国还要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意思什么呢？他要这么多的军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军人呢？你现在打仗，俄军他现在血战库斯克48小时夺回200平方公里的失地，以及包含的是说他现在红军村基本上都已经是探囊取物，什么时候收下的问题而已。那为什么你还要再去征兵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还要征兵？你已经打赢了，几乎已经是准战胜国了。你基本上英美国家或者欧美国家只要不让乌克兰发射导弹去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话，那基本上俄罗斯都已经算胜利了。那如果你授权让他把这个飞弹打到俄罗斯本土，那欧洲一定有些小国家会先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波兰，它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大家一定是不会去那么容易的去怎么样把世界拖入到世界大战里面，至少暂时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迹象。那么如果要做这件事情，那就必须要怎么样让乌克兰胜利？但乌克兰现在没有胜利的可能跟机会了。那为什么普丁还要征兵？所以他既然要征兵，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预测是什么呢？代表他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他要划江而治，他要用大量的军队去守他的新的土地。意思就是说呢，他必须提出来条件就是怎么样，变成他现在打下来的土地无论是红军村或是其他的一些州，都变成就地就是怎么样就地托管模式。也就是说呢，我没说这是我的，但是实际上由我管的托管模式。就是像有个笑话是什么呢？就像有人笑话，这是笑话啦，不是真的，好不好？我是讲个笑话而已。有人就笑话韩国怎么样呢？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居然能够在美军基地上面建立起他们的国家，意思是韩国是美国的，日本也是美国的，他们在美国的土地、美国的这个基地上面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是蛮酸的，但实际上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俄罗斯也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些军队去扩编，然后呢开往这些新占领的乌克兰土地，然后建立起我的边防。这些边防一旦建立，那乌克兰就没有可能再取回去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比如说克里米亚无论如何全世界都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但是俄罗斯就说这是我的，就我的，你想咋地？乌克兰说是我的，是他的但是你就要派官员去管你看人家不让你进去不会嘛，不可能让你进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是说，
他有这么大的军队，他就是为了要去驻防，我要划江而治了啊，我要开始在这个地方稳定起来了。就像老师在去年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老师跟各位讲，乌克兰他现在跟俄罗斯打起来，打到这个地步了，比如说那些州被占领了，那一定是俄罗斯要准备怎么样替换掉那些佣兵，来变成他们的国军，然后呢开始驻守。那实际上也是这样，实际上佣兵的那个老板后来被暗杀之后，那么也是换了他们自己的前国防部长去当老板，那么他们也的确把那个地方已经稳固下来了。那现在他们又在征兵，那就有可能他们要增加这些边防。说增加边防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是说，乌克兰大概会损失1/3的土地啊，将近1/3的土地，尤其是乌东啊，大概就划归为俄罗斯的代管理地带，也就是托管地啊，就是不是你的，但是你帮我管理一下啊，这个状况就容易出现，就像以色列想要拿那个加沙走廊当成屯垦区一样啊，都是大部分的概念就是我没有改国界，但是呢，土地现在是由你代管，那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变化，因为这个红巾村的第3道防线都已经破了，那乌军的士气也大概也就没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啊就很难。但是乌克兰现在这个状况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选举。为什么？因为你在11月之前如果就结束了战争，那么民主党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在他任内，然后战争就打输了。乌克兰被占领了，那当然美国的百姓会认为是说，美国你花了这么多钱去介入这个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这个东西对于现在写的贺锦丽就比较不理想，所以说现在变成一个拉锯，所以说现在10月、11月、12月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个是非常非常难讲的。但是老师还是说，老师还是从一开始贺锦丽宣布参选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基本上他中大选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特朗普要再回来当总统的概率呢是比较低的特朗普这个事情啊是4年前就预测了，他要回来概率是极低的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不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美国地方他们对于这个乌克兰这次的战争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什么呢？那我们直接讲下去就不改了不停止了。就在2022年的时候拜登总统派强生去乌克兰，那就变成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变成是什么呢？变成是说，他要跟英国当时的总理是强生，首相强生，他要去处理让乌克兰不要轻易投降，因为在那个时候，现在的所有的一些消息都传出来乌克兰当时是不愿意再去打下去的，因为乌克兰觉得我打下去我也打不赢，那不如我们就小打小闹一下，那2-3个州就让他独立了，那形成一个中间防线，我们这个事情就算结了。但是呢，现在就发现没办法当现在就发现就是说，那个英国跟美国央格鲁的中经会不愿意让这个战争停止。为什么？各位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不要战争停止呢？各位这个东西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逻辑存在。各位，如果打这场战争，然后让每一个美国的百姓都必须每一年多花1000到2000块美元的军费，来去支持美国政府把钱去交给乌克兰买武器、买弹药、安抚黎民，甚至是贪污掉。每一个人一年缴1200块美金给美国政府。各位，你觉得美国百姓会不会同意？不会同意吧？因为你打别人，我要花钱搞什么鬼？所以是说，美国政府要做一件事情来把这个钱给洗出来。什么样呢？我借美债，我卖美债，我美债卖出去我不一定是说我为了 QE 或者是为了其他事情，我就是为了怎么样呢？为了是说我要把这个钱拿去买武器去支援乌克兰，而且我不用经过你们老百姓同意。各位懂，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公债就是这个样子，公债就是我要把钱拿到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不要经过我百姓同意。一个国家你的财政来源本来就是应该以收税，百姓给你的税金，你才能够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修桥铺路、盖学校，救死扶伤、养老院，是不是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收到税之后，我有钱我去做。那么其他事情我要去做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增加税收。比如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大清朝末年，对不对？从乾隆时期税入大概3600万，到后来可以增加到一年可以收到2亿两的税。
除了通货膨胀之外，你还有就是万万税啊、剃头税，比如说妓女税啊，什么各种税都给琳琅满目把你加进去，那么你才有钱去赔款给这些列强这些八国联军啊，或者什么这些洲甲午战争这些赔款。那么借外债就不用了，我只要借外债，那么我发行这个债券，那我就可以怎么样拿到我要的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你们以后缴税之后，我再还给这些债主，这样一洗你就不知道怎么来的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那这个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吗？你借钱去给别人，难道你自己就有好处吗？当然有，因为他所有的钱都是交给了军火商，把武器分批去交给了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他有没有实际拿到钱？有，但是比例上是低的。他拿到的是食品就是你的军火弹药、教官训练佣兵，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你换成价格去折算的。那所以他没有实际拿到钱，他可能拿到就几亿或几十亿美元，但是现在美国给他的钱已经差不多快1000亿了这些所有厉害给他们钱快1000亿美元了。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呢？我借美债然后我给他，也不直接给他，我给军火商。说这个一过手这个油水就很多了。所以这个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不打不行。你不打，我已经西线无战事了，我的阿富汗也撤军了，对不对？我西线无战事，我没有敌人，那我的军火商怎么活？我这些所有这些产供应链怎么活？不行，所以一定得打一场仗。但是没有想到俄罗斯这么耐打。老师可能说美国他误判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想到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之后没事他没事现在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外汇存底不足，它没有足够的货币来去支撑它本身的货币，所以说呢，它现在之前是大量抛掉了人民币，然后现在又得想办法把人民币收回来现在是它这内部财政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过水钱就变成是说，美国必须要找仗打，他才能够有这些金主去支持他去选举或者是去做他的一些竞选承诺。那当然还有你下面这些徒子徒孙、党子党孙。都得要去有饭吃，所以你就必须这么做。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本来可以发很便宜的电，但是你偏偏不要，你卖给百姓3块半，但是你可以跟电商去收，发电商收7块钱去收购它的电力，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如果你盖了很多核电厂，那么我就不能7块钱买电，我就只能怎么样呢？发1-2块钱的电，然后呢，我钱拿到我也不能乱花，因为有账的。但是我只要不盖核电厂，怎么样？我烧煤烧炭，我去怎么样去打开那个太阳能板，然后我就跟你讲，我要为了环保，为了绿电，我去收这个7块钱的电，8块钱也收，尖峰只有10块钱一度也收，对不对？这是哪个地方呢？我想梦到的，我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好不好？全世界没有政府搞这些事情的。我刚才讲的是电力，这是我梦到的了，我胡说八道了，好不好？没有这种事情的。尤其不会发生在我们台湾了。我们台湾的党都是怎么样呢？台湾执政党是非常有远见的，它是爱护环保的，它是能够去我们台湾谋福利的这个最英明的政府，好吗？我刚才讲的这个是梦中梦到，那个睡觉睡午觉一梦就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所以是说梦话讲完了，所以说现在问题就在于是说，为什么小罗伯甘乃迪就说拜登他就是要去破坏这个和谈，因为他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掀起什么风浪，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总统上去，你都要想办法制造战争。如果你不制造战争，那么你后面的这些庞大利益该怎么办？各位不要想，你只有军火跟弹药，你还有训练体系、佣兵体系，还有医疗体系，绷带纱布对不对？还有那些什么望远镜各种军规的东西都是钱。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地方很赚钱呢？因为2战让美国赚了一大笔，所以他就认为是说，有战争的地方就有钱，就会有美国英雄大家就可以买公债。买公债以前是跟美国百姓去募资，对不对？现在不用了，我就对外卖，反正我已经世界货币了，我是最安全的一个财产，所以你们应该跟我买货币，买这个美国公债，然后我以后收到美国百姓的钱，我再给你还债。说你借越多还越多，反正这个发电又不用钱，发电是买别人钱都没差。我们讲到发电乱七八糟，我乱讲的都不要相信我，好吧？就是说你就这样变成过水下那你必须制造出这些产业链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你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发动这些仇恨，那么你们彼此之间不打仗，那我军火卖给谁呢？那你们不打仗了，那么我就让别人开始打仗。所以这个事情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好吗？所以说政府为什么要借钱，为什么要举债然后那也有考虑到为什么举债后他还要征税大概就是这一个连环的一个事情。你有花，你就得想办法还，大概就是这样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事情，就是说现在开始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开始有3个州开始进行选举了。那这个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卡车司机工会现在就表示他们成为中立他没有说支持特朗普，也没支持川普，他就说我这一次我不挺民主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罢工的问题港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说呢，他只是发表我不挺民主党。但是我保持中立，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去支持共和党，我没有说我要支持川普，但是川普就立刻屁颠的跑过去说什么感谢你们愿意支持我，对不对？人家说保持中立，然后他就变成说感谢他们支持我这个造势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共和党除了是说有卡车工会开始都出现了松动，他们感觉到很 OK 之外，问题是共和党本身也有上百名的前白宫官员也去挺贺锦丽就说认为特朗普就是川普他不再适任总统，所以说这两边之间包含刚才讲到小罗伯甘乃迪他是民主党的，但他跑去支持特朗普，但是呢那个卡车工会也说我不再支持民主党，但是呢共和党又有其他前官员也是开始怎么样呢？也是开始去支持贺锦丽，包含了川普原来的铁票区爱荷华州，他也是开始怎么样？贺锦丽的民调也会开始变得比较高。所以是说到现在为止其实整个美国的选举对特朗普不一定有利，因为他原本的策略就是怎么样呢？我原本的策略就是要拿到我的铁票拿到我的一些忠实的信徒，然后呢，我从这个信徒去发挥去延伸，那么我的胜率就会高。但是问题是，他现在的铁票区也产生了松动，而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有问题的，就是赢者全拿。他不管你百姓%几支持谁，%几支持谁，他不管你投票的人有没有支持谁，而是最后哪怕你多一张票，整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都是赢的人全拿这是不民主的民主这个是说实在这是不民主的民主，所以变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美国为了是说让现在目前的一些比较紧张经济局势不要太早爆开，所以是说他如果我们在阳历7月的时候去预测，阳历8月的时候去预测，8月吧。阳历8月的时候预测我们9月的时候会进行降息，那这一次应验，但是呢，那因为先录好没有先播，就变成是说播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些人开始放风声了这个有时候就这样那等于说他现在开始降息降息的状况之下，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你资金开始活络的时候那你的就业率或是你有其他的一些资金需求的人他就放一下心你的头寸比较好调了，那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大的一个状况，那对特朗普比较不利因为百姓如果开始稳定，他就不希望我再换一个来去试看看。说特朗普现在对这个鲍尔他联准会主席鲍尔就很感冒，就说如果我上任了，我一定把他开除，我把他开除，因为什么呢？他不适任，然后就觉得是说你是怎样，你是故意来整我了，是不是？但是大部分的市场还是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鲍尔他现在去做宽松政策做得太慢了。有点像补交暑假作业的意味存在，所以说他开始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有可能在10月、11月、12月一样的继续有降息的可能？这个目前为止呢，可能比较有点困难了。但因为你太靠近，下个月就现在已经9月快底了，你要10月再降息一次你再降一码就已经很硬了你能不能再降？有没有降的空间？政治上有没有这样的空间这个都是有很大该去讨论的一个因素在。因为包含的是什么？你将美国现在降息了，但是你什么？你英镑没有降，台湾你只提升准，然后你也只是升准而已。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现在整个金融局势大家不敢去特别的去妄动，然后那这个状况就变成每一个央行他们必须要叠对叠，然后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台面上互相的去角力，那避免美国让他自己降息之后，又让热钱开始涌到其他国家，那又把过去的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把人家冲高的这些经济又把它抽走去割全世界的韭菜的问题又产生。之前被割韭菜就是欧洲嘛，那你现在再割，那原本欧洲割完，你还可以割亚洲各个国家，现在每个国家都很害怕，所以为什么现在美国现在动，但是其他国家不大愿意动？因为你一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降了，他也降，那热钱到处流的时候，那么你自己的钱没有了，然后他的钱来投又把你买下来了，你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知道，像美国的经济，比如说包含了英特尔，还有波音最近也是变得非常的危急，几乎在快破产的状态。但是呢，在快破产的时候
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想不到是中国啊，中国的一个国家开发银行旗下的金融租赁公司啊，它在三天前去宣布，就19号之后宣布啊，它要去购买50架美国波音737 MAX 的这个什么8喷气式的一个飞机，这是2015年以来啊，中国向波音公司订购的最大一笔飞机订单。说白了一件事吧，如果没有中国这个订单去溢出到波音的公司里面，让他觉得说我预期有这些订单收入，那波音他自己他可能他的公司债或他的所有的一个信用的杠杆可能都会完蛋。啊，这个是很蛮现实的东西，因为737 MAX 的这个已经掉理制飞机了，说这个东西啊，没有中国这次帮忙，他就可能挺不过。但中国为什么帮他呢？这个可能就是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交换，比如是说你已经快完蛋了，要么以后是不是有可能跟你做技术转让，买下波音是不可能的，因为波音代表美国，美国代表波音，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大会去卖给中国的厂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把发动机的一些技术慢慢的转移给中国，这也不无可能啊，这也是不无可能。比如是说呢，那个跟中国的 C919啊，这有没有发动机的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啊？这个就很难，这个很难去确定，因为这是他们商业机密。但是如果让波音可以活下去，肯定比波音倒还是更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雪中送炭了，以后你对你的一些后面要收回来的东西啊，是比较好去跟他谈的一个事情。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没有讲完，好糟糕，真的糟糕，现在有什么问题2027统一概率大吗？可能没有那么晚吧，我觉得可能会早一点可能会早一点。当然我还是讲一句话啦按照老师解出来的推背图是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前5年有危险还没有，但是没有统一，但是呢后5年就不一定了。2024的前5年跟后5年，我可以定锚在2024，我已经很厉害了啦。我跟你讲真的啦，我的能力就这样谁跟你讲说在我几月几号会有武统的，那你去信他就好了。反正之前他们也遇到那么多次，没中他们也没事，对不对？我就只能跟你讲历史的脉点时间的脉络，它就是我能够拉到10年我已经非常精准了。那有成功就是成功，没成功那就是我混蛋嘛，对不对？就是2024的前5年跟后5年，大概就这个时间，好吧？良率跟苹果有长交有关公布光刻机只能生产28奈米的，有8奈米的有8奈米的，好吗？认真坚持这个电力那个事情是我梦到的，我胡说八道的不要帮我去宣传，我吓死了，不要到我被国安法弄了，好不好？来那个发动机跟机体是不同厂商这个不一定这个要去看他们怎么合作了，因为你商业之间的合作大概就是这样，好吗？我看一下我今天还有什么没讲到的应该还有一半的，靠腰，我现在才讲到第几页还有一半其他东西不是很重要，就南海那个问题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最后讲一下台湾跟各位借个5分钟时间讲一下台湾。台湾我们刚才讲到，它现在有一个危险，就是在于俄罗斯把台湾设入了一个价值观敌对的一个国家。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变成是什么呢？在中国，它在9月25号的时候，也之前就宣布了，好不好？18号的时候就宣布了，那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什么，在9月25号的时候要停止台湾34项农产品的免关税。这34项比如说包含椰子槟榔凤梨芭乐、芒果、柚子、木瓜、桃子、梅子释迦是很重要的因为台东那边产释迦，杨桃、莲雾也是很重要，还有青枣就是我们过年吃那个枣子，还有柿子跟枇杷这东西里面呢，有些大宗，有些小宗。那这些东西除了这个水果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蔬菜蔬菜我就不念了还有一些水产品，比如说鲳鱼、鲅鱼、带鱼、比目鱼，还有鲱鱼、鲈鱼、虾，还有贻贝。这些东西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变成是说，他们本来是给我们做免关税的我们只要卖过去，然后他们只要有人买，那就是免关税，我们就直销，好不好？直销。那台湾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并没有这么多说实在，台湾就2300万人，你从事这个事业的人本来就不多了。但是呢，中国人很多，所以是说呢，你只要能够打开那个通路，基本上他们的超市基本上是连锁的很多嘛，对不对？你只要能够打开这个通路，那么你把整个台湾农产品搬过去，还不够别人几天时间吃的。说白了是这样吧，你只要是免关税，这个事都很好做。但是在那个之后你就有关税所以你的销量一定会受到影响。那至于关税多少呢？这个刚才讲到了蔬菜、水果还有这些水产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没办法跟各位讲到底增加多少。但实际上来讲，就是说你卖过去一定受到一个应该符合到一个对等贸易的曲线，就是他一定给你征收到一定的关税，让你什么样？让你
没有办法轻易的去取代当地的产品。也就是说呢，台湾的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办法，或者第一个没办法那么高利润，第二个也不会物美价廉。说真的啦，台湾产品在那边呢，你真的打开的话，你是绝对怎么卖啊？你怎么会生产呢？你都是卖不够的啦，因为他们有能力去消化这些东西，那绝对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有些东西就是卖太贵了啊，比如说。明明台湾香肠就是香肠的样子，但那边就变成火腿的样子，我也真的觉得奇怪啊。所以说他们要买，但是呢，只要我们过得去打开了通路，那基本上都没问题。但是现在人家不让我们卖了，所以我们也不让别人进来哦。之前我们说人家魔芋爽有问题，现在还有那个什么瓶子蜡啊蜡做的东西蜡什么瓶啊，反正蜡瓶了啊，那个都是不健康的东西啊，小孩子不要去吃什么这些什么蜡那个现在新出来那个东西啊，在中国也被抵制。你只要加工食品都不好，但是你除了这个些不健康之外，你其他东西也不让人家卖啊，对不对？你之前连螺蛳粉都不让人家卖，泡面也不让人家卖，那么这个状况别人怎么给你对等呢？所以这个东西啊，经济上面的前置啊，才会让台湾的很多的就业率啊，还有我们的一个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再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个对比啊，做个对比，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房贷的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当然，现在的这个央行啊，他们已经打出了打房政策。打房政策会不会是说打到是说台湾的金融危机呢？那老师跟各位讲，现在是不会。但是呢，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局势啊，2-3年之后是一定会的啊，那是一定会的。这个是各位要去准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买房子如果不容易，那我干脆就不买。但是呢，现在的人已经卡在新青安，或者是卡在现在的房贷，然后你该过的你也都过了，那你不该过的你也本来就过不了，那你现在要卡到的信贷、车贷、房贷这3个东西都有可能随着经济的波动产生利率的高或低，不是一定只高，但是也有可能是高或低。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这个 CPI 年增2.1，然后那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是说，你未来的支出会变多，但是你能够留下的钱变少，而且你要缴的房贷宽限期过了，那你也会很糟糕。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台湾人已经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弹性去怎么样呢？去因应到未来的一些世界局势的变化，等于说我们没有钱去投资更多的自我。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没有钱。在缴完房贷、缴完车贷、缴完信用贷款之后，我们还有办法去投资我们的下一代，比如说让他去留学，或让他去学一些更好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月收入来的钱，除了维持温饱之外，剩下就只能花手机或者是看看电影。但是你要说我多了钱，多个几万块去游学一下，给小朋友看看这个世界，或者是我做其他事情，我很吃力，因为我的房贷1个月可能就要3-4万块，但是我1个月可能也只赚3-4万块。因为我们薪资没有什么太大的涨幅，但是我们所有钱的卡在房贷、车贷、信贷，这个事情是钱被人家赚走，但是我们没有一律去反映这件事情。但老师为什么说要对比这件事情呢？那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很不好，说白了，现在中国经济是很不好的，你整个消费是缩手的啊，消费是缩手的。那在缩手的状况之下，它房地产现在也是每个月都还在下修，但是下修的幅度没有那么快了。之前雪崩是下修，现在下修的速度是慢了，但是还是一样跌，还继续跌，还没有涨起来的几率。各位你要想，中国的房贷跌，那很多人有烂尾楼，很多人断供，很多人没有办法，只能申请破产，变成老赖。这些事情是有的，少说几百万户都有这个问题。少说，我说是少说几百万户一定有这个问题，你上千万户都没什么太有趣的问题。我就说它1000万好了，中国有1000万个烂尾楼，加上它连断供这些草全部出来，那请问台湾有多少人？台湾2300万人，如果你一样1000万的话，台湾就完蛋了，对不对？但中国它有13亿人，它少有1000万的烂尾楼啊，你可能买了没有盖，然后钱被人家 A 走了之类的啊，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它现在有大概是200-300万，我们就算它1000万。但是这1000万它已经停损了，意思是什么？整个社会要负担的这些断供烂尾的成本就在这个地方，它不会再有这个问题的。之后你要买房子的，那你的价格就是便宜。你房子的价格便宜的状况之下，就代表一件事情：我有能力，我有钱去做什么？我有钱去进修我自己，去消费，或者是去提升我自我。这个事情啊，大概在明年就会展现出来。说明年呢，你要去买房子，它可能会止跌回升一点，但是老师还是不建议各位刚需以外去投资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不是好投资项目，一定会出事，100%这个在哪里都一样。
一定会出事。这尤其是世界各国都一样了，我不要说哪个国家，全世界都一样啊。投资房地产都不是好事情，因为人口在生不如死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在开始止损了，我的房地产我就在这边了，该缴不起了啊，你该烂尾的你也烂光了。那我的什么碧桂园啊，还是什么恒大啦，还是什么阿萨布鲁的一些很奇怪的，你该出事的出事了。说白了吧，你该出事都出事了，你不该出事的也出事了，你什么事都出了。你该买很多房子去投资的啊，然后后来失业的、缴不起的、断供的、老赖的，对不对？法院强制执行的一堆啊，那这些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未来你还在增加这样子的户数啊，是有限的，因为经济你到这个样子了啊，它就是有限的，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台湾不一样，你这个东西你被钱收走之后，你跟日本一样，你会进入到30年的经济停滞期。为什么？因为这30年我要努力的还房贷，为了让我可以是说我未来我老的地方有地方养老，这个东西是一个谬论。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养老跟你现在缴30-40年的房贷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多少老人可以住在自己30-40年前买的房子里面终老呢？你看过几个人呢？那不是去养老院，不然跑到子女家，不然就怎么样？你哪一个是住在你的老房子50年老房子里面，然后去养老了？你告诉我几户？台湾都不多，我跟你讲，事实上台湾真的不多，因为你房子最高老公寓最高只能到50年，你钢骨房子到70年，对不对？那你住了40年，你的房子也没什么价值，因为人口不够了。那你告诉我你在那边养老是可以的？我不相信，因为老房子的问题就是多。所以是说，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于中国一开始止损，它过完今年后面就越来越好走，包含它的光刻机，刚才讲到了光刻机，还有各个下面的一些软硬体的发展，它只要度过了今年，明年它的属于喷发式的发展。那么台湾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台湾我们的钱都被卡在水电、瓦斯，还有我们的房贷、车贷、信贷这一些，足以让我们的国力寸步难行，难以发展，祸延子孙。这个老师很肯定跟各位讲，说老师我不会啊，我赚得多，那是你。我们看事情不是只看一个群体，我们看大部分的就业群体。你打开这个人才网站去看，你有多少的工作可以在每个月10万以上的呢？凤毛麟角。但是你一个月花10万容不容易啊？容易啊，那靠背容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一直不断的关注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吗？好，我跟各位借了10分钟，我超过了时间哈。不好意思啊，我跟各位超时间。那我们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在周间啊，我们再继续的去跟各位去讨论啊。老师这样尽量啊，周一到周五尽量每一天都跟一些小段落啊，我尽量好不好？尽量，因为很多事情啊，留在周末我就忘了，然后全部挤在周末呢，那讲不完啊。所以说我们的周间呢会讲一些各种方面的话题哈，不一定是讲这些时事的，有些讲一些老师我们的行业化嘛，对不对？比如说前世今生的话题啊。或是你跟轮回转身啊，这老师都可以讲，好吧？都会讲啊，准备好了都可以讲，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那么明天呢，我们会公布我们的2024年岁次甲辰年的秋季五方桃园离斗祈安补运法会的简章，包含了是台湾跟中国全世界的报名方式，我们就跟各位说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